修伯利安变轨完成，中继信号追踪稳定。本舰进入绕月运行状态，主引擎熄火。干得好，爱将，帮我接通盐湖基地的指挥中心吧。遵命，老板。嘿，许院长。提安娜，没想到吧？其实我刚刚吃完早饭，看到爱因斯坦博士准备去指挥中心接特斯拉博士的班，就顺路跟过来了。你好，德丽莎女士。看来一切都很顺利。托您的福。在出发前，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还给修伯利安加装了重力模拟装置。这一点你应该感谢布罗尼亚，他帮助特斯拉博士开发了利用伊甸之星复制品来提供区域重力的系统。也就是说，即使在太空里，也可以拥有像坐飞机一样的体验。要我说呀，比过去在大气中行驶的修伯利安还要再平稳一些呢。昨晚我休息得很好，朦朦胧胧，甚至感觉自己回到了圣弗雷亚的教工宿舍。感谢德丽莎女士的夸赞。虽说逆商组织的前身天命的北美支部由以民用为宗旨的南希·爱迪生小姐一手创立，但这的确是我们首次尝试为伊甸之星开发民用功能。伊甸之星，布拉尼亚和我说过，他在逆商组织从天命独立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对吧，博士？沿着自由之路前行，然后在午夜造访列克星盾。的确，如果没有伊甸之星，逆商组织即便还能诞生，也绝不会成长到今天的规模了。虽然在当初与天命斗争的年代，逆商奉行的宗旨可以总结为最好的威胁是不采取行动，但这种有效威慑毫无疑问必须建立在首战得胜的基础上，至少要让当时的天命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没有挑起全面战争并摧毁我们的能力。所以才有瓦尔特先生必须借助理智律者的能力易容活动的那段往事吧。要骗过那个奥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应该说多亏了普朗克老师的手腕，逆商才能在当年那种极端困难的局面下逐步站稳脚跟。或许这也多少让当年的我们对老师产生了依赖心理，以至于在他突然离世之后，逆商的管理一度非常混乱。抱歉，德丽莎女士，一不小心就聊起了这些前尘往事，差点就偏离了我们原本的话题。没关系啊，听博士从逆商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也很有教益。无论是理之律者还是空之律者，这两种全能都拥有丰富多彩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让逆商和天命的经验彼此融合，想必还能更进一步提升团队的力量。的确，就像之前说到的伊甸之星，长光小姐对它充满了兴趣，我们也乐于与她的实验室分享信息，共同探讨地9神之间未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有机会见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伊甸之星了。有可能，而且随着各种合作项目的进展，我们各方的协作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作为愿景，我想我们也终有机会去实现南希小姐曾经设想的月光王座计划。所以提安娜，机会难得，你接下来要观摩我们的太空演习吗？按照既定计划，今天会演练深空炮击、出舱战斗这2个科目。听上去就挺有趣的。不过我等下还要参加女武神的机动战术训练，应该是没法一直参观了。啊，是幽兰戴尔吗？我听说他最近会带你参加各种系统化的女武神训练，还制定了很严格的培养计划呢。是啊，天命最强女武神，她真的是一个很好也很厉害的人呢。不过该怎么说呢，要是训练量没那么恐怖就更好了。你哈哈什么啊？那可是幽兰戴尔，我看你还是死了那条想偷懒的心吧。
真好呀。是啊，和大半年前在长空室的时候相比，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年轻人的成长就是这么迅速嘛，一转眼的功夫，或许就成熟的让父母都吃惊不已了。说起来，爱讲，演习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修伯利安随时待命。那么，就由我再复述一遍今天的演习计划吧。如同我们在计划书中所指出的，本次演习旨在检验修伯利安进行无人化升级后的深空巡航系统、全自动作战系统，并在此过程中加深我方指挥部门的战役调度能力。根据演习日程的安排，今天的主要演习科目有深空炮击、出舱战斗以及电磁静默巡航。我们会首先对单独科目进行演练，然后再检验科目之间交叉配合的能力。那么，我们就直接从出舱战斗的环节开始吧。爱讲可以针对稍后的2个科目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看来，德丽莎女士的兴致相当高涨呢。看到后辈们不断进步的样子，我们作为前辈，肯定也不甘心就这样被他们远远超过呀，对吧？的确如此。正所谓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家谁还不是个年轻人呢？由于供普通人穿戴的宇航服非常笨重，因此只有绿者、融合战士、圣痕觉醒者才真正具备在外太空敏捷作战的能力。另外，在失重状态下，出舱活动的人员将很难控制自身的运动轨迹，因此重力模拟装置也是此类作战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即便设法解决了上述所有困难，我们仍然无法改变外太空的极端低温环境。这就需要作战人员，也就是你，德丽莎女士，注意在行动中不要过于远离预先设置好的热辐射装置。在目前的演习条件下，我们只能准备训练机甲作为假想敌。如果之后长光的实验进展顺利，或许可以引入一些更高等的目标进行实战演练。特斯拉博士对此很有兴趣，他甚至已经给潜在的演练对象准备好了名字，从特斯卡特利波卡到维奇洛波奇特利。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消失吧！最后一波敌人处置完成，辛苦了，德丽莎女士。现在请返回舱内休息片刻，我们彼此稍作休息，再进行演练的后续科目。哎呀，果然还是舱内最舒服了。爱讲，冰箱里还有苦瓜汁吗？那当然有很多啦，德丽莎舰长。不过，就在刚才，我们的航行遇到了一些问题。问题？请看这里，修伯利安的实际航向与理论预测的自然航向，从今早开始就持续产生偏差。一开始这种偏差十分微小，与正常的自然波动几乎没有区别。但最近半个小时，你看，就是这张图表的最右端，这一偏差开始呈现出系统性，并且偏差值本身也越来越大。你是说，这种偏差影响到修伯利安的正常巡航了吗？目前我可以通过手动矫正航向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如果它一直持续下去，那就会构成一种安全隐患。在最坏的情况下，修伯利安甚至会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